好久没有跟大家拍这个 vlog 视频了。就上次我们给大家拍这个 vlog 视频，还是我们去香港的时候。这次我们去深圳罗湖水贝的时候，我给大家一起看一下，就相当于是中国最牛逼的这个黄金批发生产基地一个什么情况，好吧？今天就先给大家聊这么多，我们先就出发。上次900多的时候我嫌贵，然后你嫌远，我们就没有了。哎，那当时你准备要买什么？你要买你的大金镯子吗？对啊，我想买一个小老鼠啊！我不是刚我爸把钱给我的，我想过来买个小老鼠。对，你当时不是已经买了一个小老鼠了？那我还是买一个呀，那个不是大了，是买一个小一点的呀。就当时换那个手链的时候。哦，就是就那个绳子那个。我说我想要跟他一起穿。然后我们在那当时就是900多，我觉得它应该会跌一点，然后确实跌了，它涨到1000多，然后又跌到900多，1000多，然后现在又涨到1000多。那在这儿付一楼，咱下去。我们就今天来吃水贝店的，这儿有一个这个韩国泡饭，它这个看起来这个味道真的非常可以，而且你进来什么都不点，它就相当于给你上5份这个小菜，而且他家是有这个折扣的。我们点的是这个韩式的这个泡面和一个韩式的一个火锅，它价格也非常便宜，也就不到100块钱。那今天这个来水贝这个金价真的是震撼到我了。我一会儿走在这个路上，跟大家再唠一唠这个这个黄金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博主先吃饭了，一会儿给大家再录视频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水贝这个食物非常划算，你就点了这么多这个东西，它大概才这个100块钱。这一份这个叫什么火锅肥牛，你在做了这个优惠之后，它原价是158，现在其实只要77你就能拿下。这碗拉面这么足的这个分量，它才这个22块钱，还有这么多这个自助小菜都是这个白送的。好，这个博主不跟大家说了，我先开始这个吃饭了啊。好，因为博主本身也是2023年开始买这个黄金，我记得最开始我买这个黄金的时候，2023年它那个金价才475一克，就当时在这个水贝的时候。然后24年再买的时候，那个时候黄金相当于已经从475就涨到500多了，570多了。博主这个当时那个感觉其实也没有现在这么强烈啊。然后再从这个25年的时候，它从这个500多，再就涨到这个600多，就年初的时候。然后从这个年初600多。到博主现在2025年12月27号去买的时候，直接就飙涨到了1100，我就觉得非常夸张啊！因为博主有朋友也买这个黄金 ETF， 我其实是看到他这个黄金 ETF 今年他持仓了能有1年时间，涨了能有50%多，我觉得其实非常夸张。你想象一下，这个其实当时博主看到他这个基金盈利，其实也没有这个太深刻的一个认知啊。但是直到我去这个昨天，就相当于我在这个现场给大家拍的这个黄金 ETF 画面，确实是震撼到博主了。因为我们能看到，这其实我现场去买的话，它那个实时金价就1160多，这其实非常夸张。你想象一下，1年时间，你这个价值就从这个670多一下就飙涨成1100，这就相当于涨了80%多，这确实就跟这个关于黄金的涨幅就对得上，这确实给博主非常一个不小的震撼。你想一下，现在如果你再继续这个持有这个人民币的话，因为货币法币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其实美元贬值其实应该也是非常夸张的。我们想一下，你这个现钞在手里边，如果你不做任何这个投资的话，相当于你每年都是这个通货膨胀就会吃掉你这个财富所以如果你不做任何这个投资的话，这其实每天下来你就是亏钱的，会将你这个财富不断缩水，因为这个政府这个无毛印钞，它加上这个通货膨胀，这就会稀释你的财富。但是黄金作为这个它也是货币财富之一，但是它有一定的这个抗通胀能力。因为你想一下，现在这个大陆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存款，它这个利息也就1%啊，你存到银行里边是血亏的。这个你全部存在银行，不如你这个全部去买这个黄金。黄金这个每年我们之前有那种列表，它其实也是这个涨幅肯定是比你存到银行里边这个利息是高的，也是比你这个定投利息是高的。所以博主也是从24号我看到这个我那个朋友1年这个
黄金 ETF 的这个涨幅呢50%，博主也是这个直接重仓了这个5万，直接就全部买这个黄金 ETF 在这个支付宝上面。以后面这个视频，博主也会同期给大家更新关于博主在这个黄金上面这个盈利和这个亏损，因为我觉得这个理财确实是有必要做。如果你是完全一个赤贫阶层，就是按中国我党定义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无产阶级，它没有任何这个资产，你这个其实无所谓，这个通货膨胀不膨胀其实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一旦你有了这个本金之后，其实你就要考虑除了这个打工之外的第二条路，就是靠这个资本市场用钱来赚钱。说起这个资本市场，就是博主未来也会这个 all in 加密货币这个行业，因为也就今年为止，也就今年1年，这个加密货币这个市场好像陷入了一个熊市，它好像是有一定这个受挫。还往年除了今年以前，所有的这个加密货币年化收益都在80%以上，夸张点的150%。你其实想象这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这个资产就不断去翻倍的。我就跟朋友开个玩笑，哪怕你这个花贷款，你去这个 all in， 你把这个房子卖了，这从银行贷款，你这个利息都比你这个都没有你这个加密货币市场这个增值这个来的夸张啊，这确实是如此。因为现在如果你在这个大陆境内，新能投资这个很有限，大 A 风险确实太高啊。这个我相信肯定有这种专门这个坐庄机构，它肯定是有各种这个股市操作手法去收割这个散户的这个财富。但是这个黄金就不一样，黄金是你只要这个长线持有，它稳步都是上涨的，不存在你说你买个大 A 10年3000点，10年这个钱不变，甚至还亏损。再一个是我之前看另一个博主频道，他是我也不说那个频道名了，他是就直接赚了这个200-300万之后，他也是这个有钱之后也是在考虑这个理财，他也全部这个买了这个纳斯达克，因为他也是没有什么这个太高这个财富理财知识。就我觉得这个理财知识确实等这个人有钱之后，哪怕可能你这个本金不多，你一个投个3-5万，你就可以就要考虑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资本市场上用钱来赚钱。毕竟是这是除了你用体力换取劳动之外的另一份额外被动收入，它纯是用钱来根据时间来跑的，完全你必须要操心，你只要这个买到那儿放那儿就可以不变了。所以这个博主在这方面知识也比较欠缺，我相信这个大部分人在关于这个理财知识其实也没有，所以也本着这个分享，未来这个频道也会做一些相关这个理财分享。就我们这个频道未来会博主不碰大 A 啊，这是这个 A 股是从来不相信的我们就搞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和这个美股市场。博主之前在这个香港已经把这个香港卡都办好，今年再去香港那边换点这个零钱，再充一定这个额度，到时候考虑直接办一个这个长交证券，相当于是你交易这个美股没有任何的手续费。我们就重仓这个美股和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因为我非常看好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因为现在其实国内这个投资渠道非常有限，你像这个黄金，你是国内算是保本这个理财收入，它非常稳定，也不存在这个大额跌幅。黄金是一直上涨的。A 股这个 A 股就算了，免 A 市场这个是我不看好这个市场。然后就是这个房地产现在也不行了，房地产相当于是这说起房地产这个其实最坑的。博主其实在2021年时候买了一套房子，我看那个时候这个房价是正儿八经在这个相当于中国房价历史之最。我估计往后中国这个房价不可能比2021年这个房价更高了。因为这个中国现在目前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它已经不可能是像21年之前那种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状态。其实大家都肉眼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其实陷入一种经济通缩的一种情况，也不存在这个像之前的那种欣欣向荣的这个货币超发了一派这个欣欣向荣的景象，只是其实现在这种也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留下这个房产这个钱就非常的这个少。现在房价也不断在下跌，我估计我现在的房价1平方应该有跌个我估计有可能1平方能跌5000，100平的话就跌50万。你想想这50万很夸张，真的是很夸张。我看很多人这个还好，这个博主买不是一线城市，其实一线城市你高位站岗随便跌个200-300万，这相当于把一个人10年这个积蓄就全部吞噬了。那相当于是你这个完全就相当于是你后来这个人给
前代人去接盘了，所以这个真的很坑啊。如果你真的不考虑这个，因为人生不像这个发条一样必须到了某个年纪，比如说那个结婚必须买房了，或者是结婚必须买这个金子，你可以打破这种规矩，因为实际上呢给你是完全省钱。你想象一下，你从21年到这个25年，你啥事不干，亏个这50万，那其实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了。博主当时买那个地区还比较稍微抗跌点，现在都跌成这个狗屎样子。你想象一下，为什么大家会这个贷款买房？其实我觉得经这一件事情之后，对我最深刻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就是你干任何事情不要贷款，你贷款之后这个利息就非常夸张啊。你想象一下，以前是你如果通货膨胀，你靠这个能盈利的话，房价飙升的话，你这确实可以贷款干任何事情。但是如果这个一旦这个东西是往下这个跌的，你贷款就非常坑啊。它不仅会把你这个本金吃掉，而且会让你这个无穷的这个再还它的利息，非常不划算。你想象一下，如果是你2015年或者2015年以前，你这个买房，这个房价飙升一段阶段，你哪怕这个贷款，这个都是收益的，你肯定这个房价这个涨幅能把这个本金偿还完。但是房价一旦陷入这种下跌这个情况，你这个再贷款去买东西，这不仅会把你这个本金吃掉，这个首付吃掉，而且还会吃掉你这个额外这个利息，这其实非常夸张。所以这个在中国现在这个能投资这个情况就没有了，你就只能投一个这个黄金保本。要么这个投资理财都去海外，要么搞加密货币，要么搞这个美股。但也是通过这一次这个去准备去买这个黄金，其实也是让这个博主真正意识到这个资本市场靠这个钱来赚钱这个恐怖夸张程度。你想象一下，你一年什么都不干，这黄金就是直接涨85%，是什么概念？太夸张了！你每年就假设你有100万本金，你每天躺在什么不动，你就把它放上1年。就直接就变成185万了，你想想这有多夸张？多少人这个累死累活打工1年都赚不了这个85万，这就非常夸张。所以这个博主未来也会在这个频道持续给大家分享这个金融理财知识，我们也会 all in 到这个加密货币市场 ，all in 到这个美股市场 ，all in 到这个金融市场，一起在这个金融市场赚更大的这个钱，这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自由财富之路。好，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瞎逼逼的这么多。感谢大家收看这个节目如果你喜欢本频道，欢迎这个点赞、评论、转发，欢迎订阅此频道，您的支持是我最大更新的动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